去年3月底的一天，中国大使馆接到了一通来自德国的私人电话，对方说他全家都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症状，但德国境内的有效药已经断供，所以只能向中国求助。在仔细核实此人的身份后，大使馆立刻通知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尽可能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因为打来这通电话的人名叫托马斯·拉贝，他的爷爷约翰·拉贝在84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25万中国人。他还写了一本名为《拉贝日记》的书，成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且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历史记录。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对日本的暴行描述得非常具体，无人能否定其的可信度。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本来他们可以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就可以将其占领，但日军的最高将领松井石根竟然下令对南京进行三光政策。而就在3天前，作为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拉贝已经和妻子在中国生活了29年，他很喜欢这个国家。这29年，拉贝把在中国的每一天都记录在了日记里。可德国总部要把他调回柏林。在回德国的前一天，在他的道别会上，日本驻华大使口无遮拦说中国人应该感谢日本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作为德国人的拉贝本来对日本人不反感，可这时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日本人的不要脸。随后拉贝开始他的道别演讲，突然外面传来爆炸，原来是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夜晚的南京被火海照亮，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从这一刻开始了。拉贝和妻子赶紧坐车回工厂，可刚到工厂门口，他就发现附近时不时会落下炸弹，而许多中国工人却被关在了门外。拉贝气得破口大骂：是哪个混蛋让把大门关上的？那个混蛋是我。原来是工厂的副经理擅作主张，认为放中国人进来他们会被连累。拉贝可不管这么多，这些工人都是他们公司的员工，没有理由把他们关在门外。他命令手下打开了门，但敌机又来了。拉贝冒着危险从车里拿出一面巨大的德国旗帜，因为日本和德国是盟友，飞机看到德国旗帜立刻停止了轰炸。这个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在这一刻却成为了中国人的保护伞。一夜之后，南京城里一片废墟，尸横遍野，大人失去了家园，孩子失去了父母，所有的医院和诊所都塞满了残肢断臂的伤员，就连身为哈佛医学院博士的罗伯特医生都被这个场面震惊到发抖。而不要脸的日本军队还用飞机狂撒宣传单，上面竟然写着日本军人是你们值得信赖的朋友。这是拉贝第2次体会到了日本人的不要脸。他把昨晚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在了日记里，然后他出席了一场临时会议，这里的人都是在南京的外国人。有人提议划分出一片安全区，